美国国务院地震式的大换血，拜登的对华政策终于要变了，但是有点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刚刚结束的G7会议上，拜登罕见地发出中美关系即将重启的信号。3天之后，负责对华战略竞争策略的华志强宣布自己将于6月份离职。华志强去年12月被布林肯任命为对华事务领导协调办公室，也就是中国组的主任，负责跨部门协调与中国的竞争。其后，美国出台的所有针对中国的制裁法案都出自于其手，也是美国对华芯片战争的主要推手。早在5月12日，分管中国事务的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也宣布要提前退休。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走？我们可以从舍曼的离职中看出端倪。他感叹说：“我主导的中美谈判没有按照规划走到最后。如果说拜登是对华战略竞争的顶层政策制定者，华志强就是统合美国资源的执行者，而舍曼又是主管外交的华志强的顶头上司。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布林肯更多的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宣布者。所以，美国国务院的2位对华事务高官的离职，完全可以说是地震式的大换血。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对华外交战略要变了吗？可以说是变了，但是也没有变。拜登的对华战略竞争的策略，从大方向上来讲，并没有改变，变的可能是竞争的方式。首先，美国的对华芯片战争正在逐渐走向末路，对美国芯片企业的反噬已经开始显现。从荷兰外交部长访华，再到英伟达 CEO 警告拜登失去中国芯片市场的可怕后果，再加上中国制裁美光事件的冲击，中国进口芯片数量不断减少，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完全有能力培育出自己的世界级芯片企业。美国对中国的芯片技术实施打压，正在激励中国自主创新，最终冲击数十万美国的高薪职位。第二，美国推动的对华脱钩战略已经失败，因为中国不可替代，而且盟友也不配合。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现在不谈脱钩了，主要原因是推动不了。中美贸易额以及中国的顺差未见减少，美国为了解决通胀危机，根本就离不开中国的廉价商品。另一个原因是欧洲盟友根本就不配合，法国、德国都在加强对华经济合作，美国呢也不想落后，否则丢的可都是钱。第三，美国开始推动供应链环节的去风险化，强调反对经济胁迫，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失败的一种妥协。去风险在执行层面是无效的，因为西方企业可不听政府的，有中国这个大市场，他们不可能不去挣钱。所谓的去风险，就是美国推动缓慢脱钩的另一种做法。德国、法国和美国企业早已经用脚投票了，而反对经济胁迫非常搞笑，因为这正是美国最近几十年来所搞的套路。第四，无法与中国保持战略互信，很多全球议题无法推动，拜登政府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比如气候问题。第五，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G7，预示着世界战略格局已经改变，美国必须想办法与中国共存，甚至合作。第六，美国当前面临了更加紧迫的国内危机，改善对华关系也可以说是缓兵之计。第七，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敌对俄罗斯，这一点可能在西方国家内部已经形成共识，这就需要先稳住中国，反正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对付中国。基于中国已经推动了中东和解，又在积极斡旋乌克兰危机，并且与多个欧洲大国建立了互信，而且“一带一路”战略正在走向成功。再加上中国加入 RCEP 之后，对外贸易形势看好，现在又在积极加入 CPTPP， 变得越来越开放。俄罗斯也因为俄乌冲突而更加依赖中国，美国继续推动对华脱钩已经行不通了。虽然拜登想要加速改善对华关系，但是基于过去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和干扰因素太多，现在美国国务院搞的这些人事调整还是有点晚了。因为从美光事件就能看出来，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拿出的诚意还远远不够，而且在台湾问题上还有不少地雷等着拆除。中国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需要，但是当下最好的策略就是晾一晾，
拜登政府。先坐看美国的债务危机大戏如何解决，如何收场，因为我们真的不着急。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